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何成拍戏前，程毅是新人；拍戏后，程毅直接变顶流。一张截图把关系翻成谜题：戏开拍前是师弟，戏收工后竟然成了偶像，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杜俊泽的那条长文没有半点官方腔，更多是发自肺腑的赞誉，把合作过程描绘成一次从熟悉到惊艳的旅程。赞美不是简单堆叠，内容有层次，动作戏的果断利落，感情戏的收放自如，连与群星同台的对比都被拿出来做参照。这种由同行发出的高分评价，难以用空泛词汇解释。聊天记录截图暴露了更多私下情绪，文字里带着粉丝口吻和兄弟情谊，同时那枚用多年的卡通头像林惊羽形象成了双方互动的情感锚点。杜在微博里还抛出2句轻松式问题：先练散打一把，还是先练长跑？并且半开玩笑提到亲测胸肌的坚实。这一串动作迅速把讨论推向了线下的亲密感和线上粉圈的狂欢。从行业观察看，演员间的公开互夸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联动方式，不再只是宣传台词，而是把私人感悟搬上公共舞台，借此拉近受众与表演者的距离。粉圈反应很热烈，评论区既有姨母笑，也有战斗号召。头像长期保留粉绘的事实说明，互动并非一次性营销，而带有情感长期缝合的意味。幕后拍摄以密集的打戏和多场深情对手戏为主，镜头、汗水和排练的气味在现实中催生了相互欣赏。这一点从合拍片段的频繁点赞可见端倪。不同声音也出现了，有人提出这类公开亲密可能被包装为节目效果。对此疑问的存在，使得事件不再是单一的美化叙事，而是成为话题分叉口。从传播学角度看，真情流露比刻意操盘更容易形成口碑传播，但前提是内容的可信度和演员之间长期积累的信任度。社交平台上的互动模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粉丝参与从被动观望变为主动建构偶像形象、头像。谭木和二创合力塑造了一个可触可感的公众人物轮廓。投票环节被自然带入讨论，散打优先还是耐力先行？这类轻松问题既是互动钩子，也能观察粉丝对偶像体能美学的偏好。回到开头的悬念，一条晒图把师弟与偶像的位次交换呈现在大众面前。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包括这样的私域互动能否持续转化为长期市场价值，以及行业如何在真实情感与商业策划间找到平衡点。拍戏前，程毅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拍戏后，他却成了众人瞩目的顶流。这段从师弟到偶像的变化，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像是一场在聚光灯下的蜕变实验。而那张截图就像一枚意外掉落的拼图，把2人之间的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全网都在破解的谜题。从合作到经验，同行的真情实感。杜俊泽的那篇长文没有一句虚伪的客套话，相反，文字间透出的是真诚与敬意。他写程毅的动作戏每一次出拳都干净利落，没有丝毫多余动作。他写程毅的情感戏收放自如，连沉默都带着分量。他甚至提到，与程毅同框的群演、配角都会在气场上被他带动。这种对比式夸赞往往比单纯的吹捧更有说服力。这份评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公关稿，而是一个演员对另一个演员的职业共鸣。同行能发出这种由衷的赞美，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认可。娱乐圈里最稀缺的不是掌声，而是懂你表演细节的人。一枚头像的情感锚点。那张截图里的卡通头像林惊羽形象被网友一眼认出，那是程毅早年出演的角色，一个陪伴他许多年的旧时印记。
杜俊泽依然用这个头像，哪怕他早已可以换上时下流行的自拍或精修照。这种坚持意味着一种情感延续，它是两人关系的无声注脚，既是回忆，也是一种默契。私下聊天的语气更显自然。先练散打一把，还是先练长跑？胸肌我亲测过，够结实。这类半玩笑、半调侃式的互动，带着浓浓的兄弟情，却又让粉丝瞬间炸裂。评论区瞬间化身姨母笑战场，一边是大喊这也太甜了吧，一边又有人理性提醒别过度嗑。这种互动形式，其实正是当下娱乐圈中最微妙的粉丝经济情感投喂方式，既保留真实，又不越界，既有私下温度，又能制造讨论。从幕后默契到台前联动，这对演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凭空造势。他们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大量高强度打戏和深情对手戏，排练中流的汗，拍摄中受的伤，换来的是真实的默契。有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的对戏几乎不用彩排太多次，眼神一对上就能找到情绪。那种懂彼此节奏的默契，是长时间磨合的结果。程毅的戏风一向讲究内敛爆发，他常常用极小的表情去传达复杂的心理层次。杜俊泽的风格更外放，强调节奏与力量，两种不同的表演能量在同一个镜头里形成了有趣的张力。于是，观众看到了师弟学长的故事，却读出了彼此成就的现实隐喻。舆论的双刃，真情还是营销？当然，舆论从不单一。一部分观众感叹这就是演员间真正的惺惺相惜，另一部分人则怀疑是不是提前策划好的互夸剧本。尤其是在粉丝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下，任何真情互动都有被质疑为公关操作的风险。但传播学的角度告诉我们，真情流露的传播力远胜于刻意营销。观众能分辨出真假，他们对真诚的嗅觉极其敏锐。如果不是长久的信任与默契，单靠几句台词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大范围好感反应。而正是这种真感情的可信度，让事件从花絮变成了现象级话题。粉丝的力量，从观众到共建者。有趣的是，这场互动不仅仅是两位演员之间的事，更像是演员与粉丝共同参与的一场社交叙事。粉丝不再只是围观者，而是主动参与建构偶像形象的一环。他们用头像致敬，用弹幕表情包传播，用二创视频编织出一个温柔又鲜活的诚意。例如那句先练散打还是先长跑，立刻被粉丝做成了投票图、小游戏，甚至短视频挑战。这种看似轻松的互动，反而极大地增强了粉丝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大家在笑闹中完成了偶像体能美学的再创造，有的说长跑象征毅力，有的说散打代表力量，讨论里藏着对演员成长的情感投射。偶像与师弟的反转时刻，从师弟到偶像，这不仅是称呼的变化，更是一种时间的见证。杜俊泽公开称程毅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句话让无数网友感慨。昔日并肩奋斗的同路人，如今已经成为众人追随的灯塔。这就是成长的力量，不是把人甩在身后，而是成为他人前行的动力。而对程毅来说，这份来自同行的尊重，比任何热搜都更具意义，因为那是专业认可的象征，是演技、敬业、人格共同构成的口碑，情感与商业的平衡术。当下的娱乐产业正处在真情、营销与人设经营并行的阶段，演员之间的真实互动往往能自然引爆流量，但若被过度利用，就容易引起反感。程毅与杜俊泽这次的互动，恰好踩在那个刚刚好的平衡点上，既有兄弟情的温度，又保持专业距离，既能引发传播，又不显做作。这类私域互动是否能持续转化为长期市场价值？也就是说，
观众是否会因为这种真挚关系而更愿意支持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仅仅沉溺于情感八卦、化学反应的本质。那场戏拍完，他们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程毅在角色中突破，在现实中蜕变；杜俊则在观察中成长，在敬佩中找到了新的方向。一场合作变成了一次双向成就的旅程，而那张截图只是外界窥见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故事藏在他们互相尊重、共同打磨的日日夜夜里。程毅从新人到顶流的过程，既是实力的证明，也是人心的回应。因为在这个虚假容易泛滥的时代，真诚永远是最稀缺也最有力量的东西。